上一讲我们说到，明治政府用入场和退场的方式，引领和扶持当时日本的民间资本，促进了经济的腾飞，实现了向近代工业化国家的转变。但是呢，在明治政府扶持日本民间资本的过程中啊，另外一种力量也成长起来了，那就是财阀。你如果经常看有关日本的信息，对于财阀这个词肯定不会陌生。现在日本最出名的那些大企业基本上都起源于财阀，比如三菱重工就属于历史上日本的三菱财阀。那财阀对于日本这个国家来说，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呢，它对日本工业化产生过重要的推动，特别是在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进程和二战前的工业扩张时期。但另一方面，日本在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呢，财阀也起到了关键性的支持作用，而且大发战争财。所以二战结束以后呢，盟军改造日本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解散财阀，但他们呢仍然以其他的形式延续了下来，至今还在对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发挥影响。那到底什么是财阀呢？财阀又是怎么来的呢？可以说啊，如果这两个问题不回答，那可能就谈不上学过日本近现代史。好，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财阀。财阀这个词啊，来自日语，20世纪初由日本的媒体首先使用，用来称呼那些具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巨头。最著名的是4家：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这些名字你可能都不陌生。20世纪初期差不多正好是垄断巨头的黄金时代，美国有美孚石油公司、卡耐基钢铁公司等巨头，德国呢则有克虏伯公司、西门子公司等等。日本的财阀和欧美这些工业巨头啊类似，但是呢有2个区别。第一，日本财阀是严格的家庭控制，自上而下权力非常集中，而欧美的工业巨头呢相比起来呢，更多是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和企业家精神发展起来的，管理层通常是由专业经理人组成，而不是家族控制。第二，美孚、克虏伯这些巨头主要做工业，而多数日本财阀都是工业和金融混合生长，所以呢，日本的财阀和欧美这些垄断型巨头比起来，内部控制力更强，对社会的综合影响力呢可能也更大。那这些财阀到底怎么来的呢？这要从3个方面讲起。首先是明治政府对民间资本的扶持政策，这就需要回到上一讲的主题，日本明治维新的工业化。我们上一讲说过啊，当时明治政府推动工业化的力度非常之大，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用不计代价来形容。一方面，明治政府大力给民间企业融资，有一个日本学者啊写了一本书，叫做《财阀的时代》。书里就讲了明治政府给民间企业的融资的事情。他说啊，当时的日本政府是用国家财政的钱给私营企业贷款，支持他们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些贷款事实上大部分都没有按本金和利息完全返还。根据统计，明治维新经济政策全面推进后的7年里，日本政府给私营企业提供的贷款返还率只有 49%， 还不到一半。但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呢，仍然出具了贷款已还清的证明。所以你看，当时明治政府给私营企业提供的贷款，实际上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贷款，还包括了一部分补助金，相当于呢是送给企业的。另一方面，明治政府实行资产转让政策，也就是把官办企业卖给私人企业。我们前一讲讲过啊，日本政府为了引导工业化，先是自己进场，开办各种所谓模范企业，为社会呢做示范，然后时机成熟以后，又快速退场，让民间资本接受这些企业和资产。那政府资产转让的条件怎么样呢？我告诉你啊，非常优厚。首先，明治政府采取的是分期付款的方式，时间可以拖得很长，而且呢不收取任何利息。你看啊，这就相当于把未付款项的利息送给企业了。更重要的是，明治政府把这些官营资产卖得非常便宜，基本上都比原来政府的投入低很多。比如我们上一讲曾经提到的富冈制丝厂，明治政府一开始的投入就达到了20万日元，但转让的价格是多少呢？只有12万日元。
转让的对象就是位居四大财阀之首的三井。不过，在整个政府资产的转让过程中，获益最大的还是三菱。比如，明治政府为了发展造船业，新建了一个重要企业，叫做长崎造船所。这个企业政府先后投资了113万日元，但转让给三菱的价格呢，只有52.7万，还不到政府投入的一半。更过分的是，两个矿山分别产金矿和银矿，政府先后投资了1300多万日元，结果呢，卖给三菱的价格只有173万日元，占政府投资的1/7还不到。那除了转让企业以外呢，明治政府还转让其他类型的资产给民间资本。这里啊，又要说到三菱的例子了。三菱一开始的主要业务是海运。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只遭遇台湾原住民袭击，出兵台湾。三菱呢，因为在战争中替政府运送军火，它成了日本第一家受政府保护的民营海运公司。那这个受政府保护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保证承担政府的海运业务，那作为交换，日本政府每年给他25万日元的补助金。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还把30艘从外国购买的蒸汽船无偿交给他使用，后来呢，又以不到一半的价格卖给三菱。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明治政府这种做法实际上有点超出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范畴了，可以说是一种利益输送。有学者就指出，这实际上也是江户时代日本那些大名对商人阶层的态度，你替我办事，我给你好处。可以说当时正是因为这种利益输送，才使得日本的财阀迅速崛起。不过，尽管明治政府通过给企业融资和资产转让的方式大力扶持民间资本的发展，但为什么偏偏是三井、三菱这些企业形成了财阀呢？这就涉及到财阀兴起的另一个原因，政治商人，也就是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实际上，我们现在熟知的日本大财阀在历史上都和政府关系密切，被称为政治商人。以四大财阀为例，三井早在江户时期就为德川幕府搞货币兑换，相当于为政府呢提供早期金融服务。住友也是在江户时期起家的，受德川幕府委托开发铜矿。安田起家于江户末期，也是帮政府进行货币兑换。最晚的是三菱，三菱创始人因为追随当时一个著名的维新人士，因此呢和明治政府的核心层搭上了线，也成为了政治商人。在明治维新全面展开的情况下，这些政治商人自然就成为政府各种优惠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如果查一下数据啊，你就会发现，除了一部分出口型企业以外，那些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呢，明显得到了大量融资。其中得到融资最多的就是后来成为大财阀的三菱，份额超过了明治政府对民间企业融资总额的1/3。另外，三井也得到了占政府对民间企业融资总额将近10%的融资。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啊，这些政治商人不仅获得了明治政府的大量融资，而且呢，也成为明治政府资产转让政策的受益者。明治政府明确规定，要让资金充足、熟悉经营、有能力办好企业的本国商人来接手这些国家资产。那些受到明治政府扶持的，在历史上就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呢，自然成为最符合要求的对象。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财阀的兴起，一方面呢，是因为明治政府要扶持私营企业，另一方面是要奖赏那些给明治政府办事的政治商人。同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原来那些明治时期的官办企业有点撑不下去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很简单，明治政府虽然决心很大，投入也很多，但直接经营近代化的工业企业还是力不从心。就拿我们上一讲说的富冈制丝厂作为例子，日本政府前期投入就达到20万日元，生产的砷丝呢质量很高，建厂的第2年就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拿了2等奖。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亏损。到建厂的第4年，富冈制丝厂啊亏损就达到了22万日元，超过了建厂的总投资，后来更是一直亏损，成为政府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另外，我们上面提到了长崎造船所，也就是后来转让给三菱的那家，也是严重亏损的企业。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明治政府转让官营企业也有解决自身负担的意图。而三井三菱那些财阀呢，拿到了政府的廉价资产以后，以一种进取精神把这些企业做了起来。像富冈制丝厂转让给三井以后呢，很快扭亏为盈，并且成为了日本制丝企业的龙头，一直办到什么时候？一直办到1987年。长崎造船所转给三菱以后呢，很快成为三菱重工业的起点，三菱也由此成为日本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龙头。好，到这里这一讲就结束了。总结一下，明治维新期间呢，财阀这一新兴力量逐渐兴起。作为政治商人，他们借助明治政府的融资政策和资产转让政策，扭转了官营企业的颓势，加快了资本的集中，使日本呢迅速有了能够在国际竞争中站得住脚的大企业，对明治时期日本的工业化和经济起飞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财阀的崛起对日本这个国家来说，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控制了日本的经济命脉，阻碍了社会的流动，直到今天也没有根本的改观。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实际上日本整个明治维新也是一把双刃剑，既促进了日本近代化，又给东亚乃至世界带来了战争和灾难。说到这种双刃剑效应，就必须讲一讲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国民心态的变化，简言之就是脱亚心态。这也是下一讲的内容。